自己自称骨灰级的车迷吧，骨灰级就不是普通层面的车迷，就从我买第一台车以后，基本上这个车就占了我生活的90%了吧。本人很早，大概是在06年的时候买了第一台车，一台福克斯。我买了福克斯以后，我就很喜欢改装。我改装的话，那么后面发现福克斯有很多东西买不到。你比如说它的那个车不带定速巡航，你到哪儿去买个定速巡航了？但是我们知道欧洲的欧版的福克斯它是有定速巡航的，国内搞不定。那个时候我就自己 DIY 了一个模块，是在06年的时候 DIY 一个模块的话，然后装了一个手柄，用软件实现它的定速巡航。后面是在爱卡里面混那个圈子吧，混论坛。在爱卡里面，很多人都想要这个东西啊！我说大家想要的话，那我就提供一个产品给大家免费测试。免费测试的话，当时是挑了10个车主，就这10个车主我送你们，但是里面得给我数据。当时是最远的话，从江苏那边都有车开过来，一个2.0的手动的，他开过来的话就来体验我的这个定速巡航。那么在深圳也有，最后就组织了10个人来测试。测试后啊，这个东西大家都很满意，那我索性就把它量产了。就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导致我来开了这个公司。这公司它叫卡缪斯，它的英文为什么叫开缪斯，就是源自于我爱卡的时候那个 ID， 我自己的网名就叫开缪斯。大概做了有7、8年的时候的话，就是汽车上的大部分零件啊。就除了那个发动机和变速箱没做以外，基本上都设计了。那个时候一拍脑门，我和我的合伙人说，要不要我们自己来造一台车？当时造一台车，他就给我说，那你要造就造电动车。实际上那个时候是13年的事情，那个时候特斯拉还没到中国。我们在13年底的时候就成立了风享汽车。成立风享汽车这个子公司的目的，唯一的一个使命就是打造一台纯电动的跑车。所以说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带很明显的一个商业目的的，是仅仅是一个想法、一个情怀在支撑我们干这件事情。大概做了有3到4年的时候，然后这个车首发，当时在深圳会展中心，前后投入了大概2、3千万人民币吧。那么这个2、3千万人民币在造车这个领域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跟比亚迪比，跟蔚来比，我们相当于没花钱，相当于是0，因为大家都知道造车是一个100亿级的一个体量去做的事情，那么我们这样的小团队，我们最高峰的时候也就是30、40个人的一个团队吧，但是我们做的车的话，也可能有别于他们的车。那我们大家知道，真正的顶级的车，比如帕加尼、科尼赛格，它也就是50、60个人的团队，就这样的车，它大量的手工工艺，它的工业制成不需要批量化的生产线，都是手工来做。那像我们这个车总共有1万多个零件，1万多个零件都是我们手工做出来的。那么手工做到哪个地步呢？包括它的电机也是手工把它装起来的，包括它的电控，包括它的电池 pack， 用6000多节小电池把它装起来的。所有的底盘悬挂，底盘的话是钛合金的，那悬挂的话是全铝的，包括全车的总线，我们用的处理器的话可能有7、8种处理器。然后我们的仪表的话也是一个安卓的 OS。包括它所有的软件 APP 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所以这个车是一个骨子里面最国产化的东西，就没有哪一个零件是去买的，就能做的话全部都自己做，所以说更多的是自己一个想去做车这样一件事情在驱使我们去做。我是成都电子科大的，2000年毕业。实际上我学的那个专业的话，跟汽车、跟机械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样的一些的话，为什么能研发出这个跑车，也是基于一个本质上第一动力是爱好。就当你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总会想办法去研究它。其实我虽然是学电子工程的，但是我对机电以及强电系统我也是不熟悉的。因为我的大类是属于弱电的系统。那像我们这个电机，它的电压高达540伏，那我们的市电只有220伏，那么它的电流高达500、600安培，也就这样一个东西，它是一个电器，但它是一个100多千瓦的电器。那么你家里的空调功率很大，也就2、3个千瓦，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强电、很危险的一个东西。那因为爱好驱使我去研究它，那我们去研究它的时候也碰到很多的挫折，因为别人老是问我，你们搞这个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困难？我说我们搞这个车的时候只有困难，没有遇到过容易。因为每一步都是在摸索，而且你还没借鉴，你去拆一个奔驰宝马有什么用呢？它跟你的体系完全都不一样。那我们在测试的时候，测试这个电机的时候，也发生过一些事故，比如这个电机一下子爆燃，里面的铜铁直接熔掉，往下面滴水，也非常的危险。看你有多大的热情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其实你自己从一开始会不会并不重要，尤其是在你的大学的生涯，因为大学的话就是4年的时间嘛。但是你到社会上的话，你可能要生存40年，那么这40年你有充分的时间去学习你自己爱好的东西，把它往深入的去学习啊。那么我可能现在的能力，我只能去做一台工程车，做一台手工车，但是我同样有这样一个梦想，能够做一台将来能够到路上去跑的车。那么去做一台路上跑的车的话，可能不是简单的去解决一个生产制造的问题，它也解决很多法规，包括国家的政策。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是讲牌照的，那这个牌照有多难拿呢？那到现在蔚来汽车已经投了200亿了，它也没牌照，就是国家层面他看待这个问题就是过于严谨和慎重。那么实际上特斯拉是怎么诞生的？特斯拉就是2个工程师在车库里面用 Lotus 莲花的车身把自己的3电装上去，那它就可以上路了，可以挂牌了。不仅是可以上路可以挂牌，它还是当年美国的最佳车型。那这就可以体现美国这样一个社会形态对这种创新以及风险他们的包容，这也是中国的这个社会层面可能缺失的这一环。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我们的年轻人就所谓的就是什么赚钱什么来，什么快就什么来。所有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归结于你自己想去做什么事情。人都会有一个兴趣爱好，只要是正面的不影响他人的，我觉得都值得你去花精力去做。那我们的主业大家都知道，10几年做汽车改装零部件，有电子的、机械的，也去涉足，也算是不务正业，也去花几年的时间，花几千万去造车，然后也去做落地的卡丁车，也面向市场、面向用户去推。但从我本人的角度的话，我还是希望把汽车改装这样一个产业做大做强。这实际上是一件很平凡的产业，可能主流的所谓的伟大的企业家是对这个肯定不感兴趣的。更大的资金、更大体量，对这个行业是不屑一顾的。但是我们知道，国外的很多他们的一些改装厂或者说改装的企业是可以做得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知道 Brembo， 他拿奔驰的新车可以去改，100匹或者200匹的拿去改，可以改出400匹、500匹出来。这就是一个产业的一个瓶颈。如果中国的政策能够有一些宽松或者说是释放的空间，我认为这个行业的话，在中国未来的话会非常的有成长性。那么我们知道最成功的企业在改装这个领域就是日本的 HKS。HKS 的话，它做了有好几十年。那它做的零部件的话，可以细分到车的所有零件，燃油车比如说这个发动机、中缸、曲轴、活塞连杆，甚至火花塞，包括底盘的拉杆，包括所有的仪表、外观内饰，没有它没有做的东西。那它能够做到这么完备的一个企业，那么我们也有机会这样去不断的去完善，向别人学习，向这个行业最优秀者学习，最终的话去做成一个伟大的企业。我们认为 HKS 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因为它已经无所不能了，没有什么东西它实现不了的。它要造车也是分分钟的事情。那么我们积累了这样一个跨界的能力，我们能够做1万多个零件把它装起来，那1万多个零件拆散就是1万多个产品。那么我们也会向全球去覆盖。那么改装这个领域的话，向来都是舶来品，都是讲进口的，国产的不行。什么零件、什么避震、刹车一定要是进口的，因为国产的不作为，大家都不关注这个东西。那关注什么呢？关注做副厂件。原厂的1000块钱做出来，我500块钱做出来卖掉，我的品质可能只有你的1/10，没关系，反正我先卖给你。那么就是大量的国产的企业不重视、不关注这个东西，导致整个汽车的零部件，包括改装这个行业的零件全是来自于欧美、日本，甚至台湾。那么我们希望
以自己的能力，刚好自己喜欢这个东西，以自己的能力把它发挥到极致，把中国制造，智慧的智，把中国制造在汽车以及汽车后市场能够体现出来，并且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是我真正的梦想。